回看整个11到20集的内容，我们其实一直在解答同一个历史谜题：雍正耗尽13年心血，铁腕改革，整顿吏治，填满国库，革除百年积弊，硬生生将濒临崩塌的大清拉回盛世轨道。为何他死后短短10年，亲手搭建的朝堂格局、治理体系、治国国风就被乾隆全盘推翻，彻底清零？世人只知康乾盛世的辉煌，赞美康熙开疆拓土，乾隆四海承平，却唯独忽略夹在中间的雍正是整个盛世唯一的奠基者与兜底者。更无人深究，乾隆看似万民拥戴的宽仁盛世，从一开始就藏住盛极而衰的致命隐患，而这一切的源头都来自他登基后10年的顶级皇权棋局。今天这期作为雍正权谋全系列11、20集的阶段大收官，我们将所有散落的人物结局、朝堂博弈、政策逆转、权力迭代线索全部收网闭环，一次性拆解透彻。乾隆真正恐怖的从不是奢靡享乐，而是他一套滴水不漏、温柔杀人的完整掌权体系。很多人误以为乾隆推翻雍正是父子治国理念不合、性格差异所致，但真实的历史逻辑远比人性更冰冷。所有新君的执政第一件事从不是治国，而是夺权。雍正驾崩之时，留给乾隆的从不是一个可以躺平的盛世，而是一个被先帝完全掌控、满汉重臣结网、宗室势力盘踞、新君毫无话语权的固化朝堂。当时的大清政令出自雍正旧臣，人心系依雍正恩德，体制依托雍正改革。年轻的乾隆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名义君主，所以乾隆10年的所有操作看似零散独立，实则是一套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皇权收割大计。第一步，舆论切割，抹去先帝个人瑕疵，重塑自身明君人设。雍正刚驾崩，乾隆第一时间连夜驱逐宫中所有道士，封禁先帝炼丹相关议事，销毁相关器物档案。这一步从来不是简单的排斥方术，而是极其高明的舆论操作。雍正一生铁腕，树敌无数，天下士人、世家、官僚对他怨气深重，晚年炼丹更是被朝野私下诟病。乾隆快速切割，就是告诉全天下，严苛、偏激、有瑕疵的是先帝，而我是宽厚圣明、摒除偏执的新君主。一夜之间，他就收割了所有厌恶雍正的朝堂人心，为自己的宽仁治国铺平舆论道路。第二步，平反政敌，收拢宗室人心，瓦解雍正权威。九子夺嫡是康熙晚年最惨烈的宗室内斗，八爷九爷一党结党营私，动摇国本，是雍正耗费巨大心力才彻底镇压的叛乱势力，也是雍正朝定案的铁案。可乾隆不顾先帝定国，不顾朝堂舆论，执意为八爷党平反，恢复宗室名位，抚恤后人。这一步看似仁义，实则双重杀招。对内安抚了长期被打压的宗室群体，让所有皇族彻底依附自己；对外间接否定雍正的执政手段，暗示先帝严苛寡恩，自己宽容大度，进一步强化个人明君形象，同时动摇雍正留下的政治正确性。第三步，精准清洗满汉重臣，彻底斩断前朝权力网络，这也是我们连续多集拆解的核心棋局。雍正临终托孤的4大核心势力，宗室、汉臣、满臣、勋贵，被乾隆全方位、无死角逐一清零。最仁厚不结党、无野心的17爷允礼壮年离奇早逝，彻底退出权力中心。雍正最信任的宗室屏障彻底消失，一生谨慎，鞠躬尽瘁，撑起大清文官体系的张廷玉被连番羞辱，削恩夺荣，晚景凄凉。汉臣集团群龙无首，最务实，最懂基层，民心所向的李卫此后被砸毁祠堂，抹去民间威望。基层官僚体系失去领袖，功盖西南，稳定边疆。奠定大清版图的满臣之首鄂尔泰死后10年被翻案，撤出贤良祠，剥夺万世殊荣，满族勋贵势力彻底瓦解。值得深思的是，这4人无一人有谋逆之心，无一人有贪腐重罪，无一人动摇国本。他们的唯一罪名只有一条，他们是雍正的人，在皇权迭代的棋局里，从来不看中间，不论功过，不问人品，只看阵营。只要属 Rumi 前朝旧势力，就是新君掌权的障碍，迟早必被清除。这也是乾隆御陈述最冷血、最高级的核心底层逻辑。第4步，逆转治国国风，从制度层面终结雍正时代。人事清洗只是表象，制度翻盘才是根本。雍正治国的核心是严吏治、严财政、严特权、严贪腐，宁可得罪天下士绅世家，也要维护底层百姓利益，充盈国库，稳固国本。他推行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士绅一体纳粮，打破1000年特权格局，用一己之力背负千古骂名，换取大清13年的吏治清明，国库充盈。而乾隆治国的核心是宽，他上位之后逐步放松吏治考核，赦免贪腐官员，放宽税收管控，多次普免天下钱粮，废除诸多严格的改革条例。一时间朝堂气氛宽松，百官拥戴，百姓颂德，乾隆收尽了盛世美名。可所有人都忽略了，这份盛世繁华从来不是乾隆创造的，而是雍正用血汗积攒的存量红利。雍正13年严治国，积财富，肃贪腐，固根基，为乾隆铺平了所有道路。乾隆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肆意消耗前人积攒的底蕴。更致命的是，国风逆转的背后是大清自我革新能力的彻底丧失。
雍正的严是治疗王朝顽疾的良药，是大清延续盛世的底气；乾隆的宽是纵容贪腐、放松约束、养育顽疾的温床。短短10年，乾隆完成了从舆论、人事、宗室、重臣到制度的全方位洗牌，彻底抹去雍正时代的所有痕迹，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绝对皇权。此后，朝堂无人敢制衡，无人敢约束，无人敢反对，万事取决于帝王一人心意。而在所有翻盘操作中，最隐蔽也最致命的，便是财政治道的全面逆转。这也是康乾盛世虚实翻转，大清由巅峰转向衰败的核心关键。多数人只看表面繁华，却从未看懂这层底层逻辑。世人津津乐道持续100余年的康乾盛世，多数人理所当然认为这场大清巅峰荣景是康熙开拓、乾隆守成2代帝王同心缔造的功绩。几乎所有人都忽略夹在中间的雍正，觉得他只是一位手段残酷、默默过度的帝王。可真实的财政数据会彻底推翻大众流传100年的固有认知。康熙晚年吏治松弛，藩王耗费，军旅开支巨大，国库存银仅剩800万两，偌大王朝财政岌岌可危。雍正接手这个烂摊子，13年昼夜不休改革，推行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硬生生从贪官、地方豪强手中收回财政权。离世之时，国库白银高达6000万两。这笔庞大积蓄成为乾隆登基最雄厚的家底。所有人都以为手握巨量财富的乾隆会延续雍正严谨节俭、肃清贪腐的治国路线，守好来之不易的基业。历史走向却截然相反。乾隆上位之后，迅速扭转雍正所有紧缩政策，大规模免除全国赋税，六下江南耗费无数，大兴园林营造，连续发动对外征战。短短数10年时间，雍正拼尽一生攒下的6000万两存银几乎消耗殆尽。盛世光环之下，土地兼并加剧，贪腐重新抬头，底层百姓负担逐渐加重。大清由盛转衰的伏笔就此埋下。很多人简单将这一切归结为乾隆生性奢靡，挥金如土，单纯以浪费2字概括他的财政政策。但帝王的任何重大决策从来不只是个人喜好，背后藏住2代帝王完全相反的统治思维以及盘根错节的朝堂博弈。今天这期影片，我们拆解康雍乾3代财政变迁，看懂雍正与乾隆治国路线的根本分歧，解读康乾盛世需繁华表象之下无法逆转的时代隐患。想要看懂这段历史，必须先还原雍正改革的艰难处境。康熙平定3藩，收复台湾，征讨噶尔丹，奠定大清疆域基础，可常年征战，耗空国库。到了执政晚期，康熙追求宽仁之名，对官员贪腐、士绅逃税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方豪强勾结官吏，大量隐瞒土地人口，国家税收不断萎缩，贫苦农民却要承担全部赋税，贫富差距持续拉大。雍正继位之后，清楚认知，如果任由局势发展，不出数十年，王朝必然爆发大规模民变。是他不惜得罪天下士绅官僚，颁布一系列震动全国的新法，摊丁入亩，废除人头税，按照田地数量、收赋税，火耗归公，规范地方官灰色收入，设立养廉银，遏制贪腐，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剥夺读书人、地主免税特权。每一条新政都直接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蛋糕，朝野上下谣言四起，抹黑雍正残暴刻薄，与天下读书人为敌。但雍正始终铁腕推行，不惧骂名，只用13年时间就扭转财政颓势，为大清累积充足财政缓冲空间。雍正的治国底层逻辑十分清晰，先苦后甜，压制特权阶层，充实国家库储，防范未来天灾、战争带来的风险，宁可承受一时骂名，也要为王朝建立长远稳定的财政根基。等到乾隆登基，局面已经完全不同，国库充盈，没有大规模战乱，朝堂内部却累积大量对雍正严酷新政的怨气，满族勋贵、汉人士绅、地方官员无不期盼废除严苛法令，重新拿回曾经失去的特权。此时年仅25岁的乾隆需要稳固皇权，收拢朝野人心。他敏锐察觉，延续雍正铁腕路线只会持续得罪全国权贵，适当放宽政令，打造宽仁君主形象，就能快速收买人心，巩固刚刚到手的皇权。这便是乾隆大规模调整财政政策的起点。执政初期，他陆续缓和士绅纳税要求，放宽吏治考核标准，连续数次颁布谕旨，全国普免田赋。单普免钱粮这项政策，就让国家少收数千万两赋税。很多人赞美这是体恤百姓的仁政。不可否认，短期内底层民众确实得到喘息，但长远来看，缺少赋税约束，地方土地兼并的速度再度加快，大地主持续吞并农民土地，依旧想方设法逃税，最后赋税压力依旧转移到底层平民身上，国家财政调控能力持续下滑。除了减免赋税，乾隆开支规模远远超出前人。6次南巡，沿途各地大兴土木，进贡献礼。地方官员为讨好帝王肆意摊派，大规模修建圆明园、清漪园等皇家园林，对外发动10次军事征战，军饷、器械、抚恤耗费海量银两，一系列开支不断消耗国库积蓄。雍正留下的6000万两存银，在一次次大型开支中快速消耗，但乾隆对此并没有足够警觉。他笃定自己身处盛世，人口不断增长，商业持续繁荣，财政收入能够源源不断补充。
这里便暴露两代帝王最核心的思维差距。雍正始终保持危机思维，深知盛世之下依旧暗藏风险，坚持积蓄国库，防患若未然。乾隆沉浸在繁华表象之中，过度自信，王朝局势稳固，习惯依靠现有财富维持统治声望。不少观众会产生疑惑，既然乾隆消耗大量积蓄，为何依旧维持长时间的盛世局面？核心原因在雍正打下的财政底层基础足够厚实，摊丁入亩制度持续生效，人口爆发带来农业产能提升，短期内依旧能够维持财政平衡。但隐患正在悄悄滋长，随处管控放松，官场贪腐风气重新抬头。到乾隆执政中后期，和珅等巨贪崛起，上下官员层层盘剥，吏治回到康熙晚年松弛状态，土地高度集中，大量流民诞生，民间叛乱此起彼伏。很多历史爱好者争论，乾隆大肆花费积蓄究竟是对是错？从短期皇权稳固角度，宽政确实帮助乾隆快速收复朝野，塑造人君形象。站在王朝长远命运来看，持续放松约束，透支国库储备，放纵特权阶层扩张，直接加速大清由盛转衰。我们对比便能清晰看见，雍正不怕背负暴君骂名，愿意牺牲短期声望，解决王朝深层弊病；乾隆追求当下的盛世美名，依靠前人积累维持统治，不愿意触动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这也解释了为何后世史学家普遍认同雍正才是康乾盛世真正的核心奠基人。没有他13年力挽狂澜的改革积蓄，康熙遗留的财政危机无人化解，根本支撑不起乾隆长达60多年的繁华假象。盛世从不会凭空到来，所有看似轻松的荣光都建立在前人忍辱负重的付出之上。乾隆享受住雍正拼死创造的家底，却逐步推翻前朝治国底线。当积蓄耗尽，弊病全面爆发，大清向下滑落的趋势再也无法逆转。乾隆一朝的财政起伏，不只是一笔笔银两的收支账目，更是一面镜子，照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治国格局。急所求安，追求美名的宽仁，远不如居安思危、勇破局的铁腕更加长远。当乾隆逐渐耗光雍正留下的财政底气，朝堂权斗、贪腐浪潮接踵而至，先帝留下的治世旧臣陆续落幕，下一场朝堂大清算即将全面展开。喜欢深度拆解帝王治国理念，看懂盛世背后的隐藏危机，记得订阅频道，打开小铃铛，持续追更全集内容。下一篇我们解读满臣首领鄂尔泰死后为何被乾隆撤出贤良祠，看懂乾隆对先帝勋臣持续不断的死后清算。